大家周末好啊！今天我们简单聊一聊为什么成功人士很难交易获利。这个话题我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就是今天凌晨，最近我为了把这个 YouTube 平台做的像点样子，既然做了嘛，就做得好一些。所以我在 YouTube 油管上找了很多就是教怎样做自媒体，怎样做好油管的博主，其中我就找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华人前辈啊，老胡油管研究院2024。然后这位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国内放弃博士学业，然后到美国现居西雅图，然后拿了很多学历，然后也在国际上知名的企业就个业，然后还有目前做自媒体做的也比较成功啊，然后做这些自媒体平台博主的顾问，做很多有意义的事儿，个人能力也是极强，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功人士啊。但是好玩的是，我听着有那么2次听过什么老胡讲自己学这个股票交易，然后很多技术分析的书都是骗人的，骗子，不管用，就是赔钱，我就没见过能赚钱的，大概是有这么样一个言论啊。然后这一期回答问题的这一期直播节目当中，又一次谈到有网友疑问区块链怎么样，交易如何，然后你能听见老胡的反馈是什么？满是情绪抱怨，然后不相信这个能赚钱。然后他举例说到里弗摩尔，他没有提名字，但是我确定他说的就是里弗摩尔，最后还是自杀。然后我就在下边留了言，老胡你对交易逻辑方向对错来盈利预期就已经错了。他讲自己很深刻，很努力，很刻苦的做过，但是都不行。我说你用错误的方式100年如何深刻认真的做都只能是亏。还有里弗摩尔死就死在预测上，表面上看起来里弗摩尔是死在了市场，实际上他是死在哪里了？死在自己狂妄自大，自己能预测市场未来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就那么一单就死了。但我们要时刻清醒啊，这个资本市场没有谁是正确的，只有市场走出来了，永远市场本身才是最正确的啊。交易逻辑获利本质是控制风险，然后最难做到的是什么？克制人性本能的贪婪。那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学历越高，高智商的人越容易死在交易上。为什么？因为你总是想正面硬刚，然后想正面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寻找标准答案，往往这个就是害死你的毒药。因为我刚才说了，市场才是永远正确的，你能做的只有管住你自己，管住你自己的情绪，管住你自己的手，管好你的账户。问题是怎么样？人最难做的就是管住自己，无论是参禅修佛，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任何宗教，讲的最难做的就是管好自己，修好自己。
所以说我的网名也是取了一个 UPB 交易修行。你在资本市场上做交易的时候，你认为理性，实际上都是什么？你情绪的下单。为什么？真金白银在那儿挂着呢。然后他提到国内的交易员高手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说没错，国内的资本市场我不想太多说，有太多内幕肮脏的东西，所以说它只是一时的运气或者是别的东西，必然没有什么好结局。我身边也有国内比较活得长久的非常亲近的一个老哥，做私募基金的一直活到现在还没有死，活得很好。然后我说你讲的没错，不能下牌桌。当然不能下牌桌，怎样才能不下牌桌啊？说白了，你时时刻刻都要什么？做好风险管理。谁知道明天会发生再次发生新冠、911等等等等。活下来，控制风险就是实力。那里头的硬指标是什么？止损，也是人性的损失厌恶。那盈利呢？就是运气，市场给的。市场复苏了，你就赚到；市场下跌了，你就做好防守。但是这一点怎么样？很难做到。我在这儿也给他留言说什么，很多方面都很优秀，我学到很多。确实做油管 YouTube 很多基础的常识，很多要点我都是从老胡油管研究院在老胡身上学到的非常优秀的华人前辈。但在交易方面，老胡确实是有太大的误区。我做油管博主遇到老胡是我的幸运老胡遇到我这样一个粉丝，至少在交易层面上也是非常大的幸运问题是他能不能看到，他会不会在意。认可是一方面，认可了你做到又是另一层面，所以说还是等于零，难免，这是规律，因为你也是成功人士。什么意思？老胡是标准的一个成功人士成功人士就是主观能动性强，就是擅长什么死磕，就是擅长正面硬刚。但是资本市场不是这样的资本市场是失败者的游戏，不是你想如何，不是你预测未来一定会是怎么样，高概率会是怎么样，那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妄想妄念，你的一厢情愿。然后不随心愿的时候，市场行情你激发的只有你内心的贪婪，还有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种情绪荷尔蒙。然后我最后推荐一本书给他，也给大家，国人写的陈江挺的炒股的智慧。这本书我看过非常好，虽然不够全面我指的不够全面是因为我所知道的，我能做到的比陈江挺的炒股的智慧还要全面。但是这本书还是比较清晰地概述了交易获利的本质。那好，我们再回到我标题，为什么成功人士很难交易获利呀？很简单，就是因为怎么样，正面硬刚，你做多长时间都是徒劳
永远正确的是市场。你无论做任何分析，只是可能性，只是概率。一定要怎么样？修好心，管住自己，做好风险控制，这样才能怎么样？走向交易稳定获利的道路上。那好，今天就讲到这儿。还有最后再说几句什么，无论是巴菲特还是交易心理大师马克道格拉斯，还有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些人都曾说过什么，高阶层的、高智商的、高学历的人都很难在交易过程当中获利，原因就是在这儿。甚至巴菲特也说过什么，找一些自己的手下的时候，他不太注重他的学历，更看重的是什么？还是你的自控力。那好，这一节就讲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希望我的这一些言论对老胡有一个启迪，也对网友们交易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启发。那好，再见。